商鞅变法这个怎么改变土地制度？他说晋国呀土地少，人多又穷，我们的对手的这个特征。我们秦国呢，地广人稀，大量的荒田都没有开垦，他就设计一种制度。他说我用田宅招来晋国的民众，你们来跟我们的土地就像招商引资似的你努力去开垦，你开多少荒田都是你的你多能干你就放开了干都是你的，不限多少，然后你就耕作，而且你耕作的几年之内我们都是免税的。你怕打仗是不是？你怕知道我们秦国老打仗，3代之内免除你们的兵役，谁打仗啊？你们去种粮食，腾出了我们的人，我们秦人出去打仗，奖励耕战呢？然后怎么奖励耕战？商鞅设立了叫20级军功爵位制，意思就是你在战场上斩首一级，分田100亩，是阡陌之中画出了一个100亩，砍一个脑袋给100亩土地，这不就是砍一个脑袋，你原来是贫农，你就变成了中农了，再砍一个，你不就小地主了吗？你看那个《红楼梦》，那个他们家不就有一个庄园吗？有个庄头那就是那个庄子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庄子每年要给他们送多少多少粮，多少多少米，多少多少鸭子，多少多少猪那就是官庄嘛，范进中举，中学课本都有这个范进中举，马上就有人带着田来投奔他。他本来没田，是个穷人，他一下就可以变成地主了。为什么？我在看书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您把这个中国我们都最熟悉、有知道最关键、对统治阶级最重要的这个土地制度，你也把它讲透了。所以我想请您就还是用再继续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土地制度从哪儿来的，还有我们目前看到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土地制度，一个产权制度，怎么走到今天的？它怎么一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还有那个您把土改那一段讲的也非常的生动。其实关于土改的一些书啊、小说啊什么的也有，但是您把这个底层逻辑给讲明白了。所以今天您就在准确的这个再完整的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中国的土改制度，还有中国的这个土改制度的这个底层逻辑。好，谢谢。我今天谢谢您。应该我谢谢你好，那我现在就是讲这个中国的土地制度是怎么来的，实际还是在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其实这个说我们的土地制度是怎么来，我想讲的其实是更扩大一点，土地制度是中国最重要的产权制度，是吧？所以实际我在谈中国的品级产权，它的是怎么来的，就对应上一次以前讲的那个品级市场是怎么来的。现在我们讲的品级产权是怎么来的。用品级产权是因为这个产权的确，产权2个字是不足以描述我们那个复杂的这个产权结构，或者是土地制度的不同的地权结构。好，那我现在还是按照老套路我先讲真事儿选大家比较熟悉的史实做案例分析，然后从事实中引出理论土改像你刚才说的，重点讲土改，但是讲土改所改的那个制度是它的前身那也得讲讲那个是怎么来的，也就是中国的民间的这个土地制度它又是怎么来的，所以得先做一个铺垫所以我先讲我就得讲2个案例了第一个案例是中国的民田或者是私人土地是怎么从井田制或者从公田制当中诞生的，这实际是一个商鞅变法的故事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打天下做江山的人如何选择土地制度，他的选择的逻辑底层逻辑是什么。然后讲完了这个来历，我们再讲当代的土改的故事就是我们要把这东西给改过来改成另外一个状态，它又是这个土改或者是改变土地制度，
这里又有什么利害计算？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土地制度的来历的那个大概的轮廓。那我先讲第一个先讲这个商鞅变法，从最原始的这个说起然后我想从这里再引出一个公式。上次从那个统过统销引出了一个统过统销公式，这回从商鞅变法引出一个皇土公式，皇帝的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那个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一旦到了这个皇帝了，不是王了，你就不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应该叫普天之下莫非黄土当然实际上这个词儿在那个泰山石刻，在那个秦始皇巡游的时候就说了，意思就是六合之内皇帝之土那这不就实际就是王土升级为黄土的一个升级版这是打个岔咱们就开始说这个商鞅变法这个怎么改变土地制度。这个土地制度的描述，一个特别简洁的描述是唐代的历史学家杜佑他就几句话就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杜佑是大诗人杜牧，我们都知道那个杜佑就是杜牧他爷爷，他官能当到宰相的那个位置也是大官了又是他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通典》那就是中国的制度史的发端的作品要读那个人物的史，你看《史记》要读那个年代的史，你看《资治通鉴》，要读制度史、制度史呢，《通典》。通典中有一部分叫田制，就讲土地制度的由来。他那里上来他就得说，这田制的由来，你不能不去谈商鞅变法。然后他就讲那个商鞅变法，简短的几段话。他说商鞅认为当时晋国土地少，当时秦晋之争商鞅在秦国，他先研究这个敌国晋国的状态。他说晋国土地少，人多又穷，我们的对手的这个特征。我们秦国呢，地广人稀，大量的荒田都没有开垦，本来可以发挥的地利没有出来。根据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他就设计一种制度，他说我用田宅招来晋国的民众，你们来跟我们的土地就像招商引资似的你努力去开垦，你开多少荒田都是你的你多能干你就放开了干都是你的，不限多少，然后你就耕作，而且你耕作的几年之内我们都是免税的你就放开了干吧。这等于白给你地，你开多少荒就有多少地，那边人多地少又穷，就像闯关东似的，呼噜呼噜都跑出来去抢地。而且你怕打仗是不是？你怕知道我们秦国老打仗，3代之内免除你们的兵役，而且3代之内那晋国人到底是晋国人还是秦国人都说不清楚身份认同就会出问题。你上战场你向着谁所以不用你们出兵打仗，免除兵役。谁打仗你们去种粮食，腾出了我们的人，我们秦人出去打仗。这就是那个商鞅的设计。设计的结果是什么杜佑说的特简单，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就这么几句话。这个商鞅变法的故事讲完了，那下边我就把这个故事展开解释这个背景刚才说了这个那个，首先你这个地得是你的，你才能分，是吧？对，按照《诗经》的说法，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武王打了天下，做了江山，主权在手，土地和人民就可以任意支配，都是你的。说生杀予夺全在这个王的手里，这是一切操作、一切土地制度变革的前提好了，由你支配，你怎么支配吧？说吧。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周天子是怎么支配的。周天子首先留一块地叫王畿，王畿是自己养的，我们的就像黄庄似的，这块地打的粮食都归我留一块自养。
然后呢，剩下的呢，你不能都是你的吧？剩下的它叫制土分民，把那个土地呀、制度的分，然后加上老百姓，连人带地，这地盘分给自己的亲戚分给那个大臣，皇亲国戚啊，叫尊那个尊贤尊贤两部分。养亲的那你就知道了那个我弟弟我儿子，大儿子小儿子各自分多少？那不是齐楚燕秦赵魏韩就这么分出来的吗？当时分了有上百个国家呢，有不同的亲戚，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名号，有不同的地盘，不同的土地和人民，然后还有那个大功臣叫尊贤，尊贤，比如说分给，比如说那个齐国你分给姜姓的人了，不是姬姓的人分给那个太公了。在那个姜太公，你不能说他就是贤了，我们之间联姻了，亲戚他是我们的亲家，所以当时的那个制度就叫封建亲戚，以藩平周，干嘛呢？像藩篱和屏障一样保护周王室，这就是那个周王的这个对土地的用法，他觉得这个用法就可以实现了王土效用的最大化。好，他把这第一轮分下去了，那个政治、经济、亲戚、功臣全都照顾到了，完事儿。但是我比如说我是一个公，我是一个侯，我是贵族，我从天子手中得到了这些土地和人民，叫受民，受疆土接受的受，我接受了这些人，接受了这些疆土，然后呢，我怎么办？我不能自己种吧但我肯定得留一块，就像学着天子那样留一块，剩下的分给我的下级，分给大夫然后就这么一级级的往下分。这个分法用简单的那个古汉语那表述叫公食贡，就是公侯伯子男嘛，公这一级别的吃你的贡品，大夫食邑就是相当于一个县一个县的这个规模归那个大夫，归他。然后大夫再往下分到各个市食田你每次有自己的田，然后具体谁种呢？庶人、平民百姓庶人食力，各吃各的自己那一份连土地带人民一层一层的分下去这是那个商鞅变法的这个制度背景。到了商鞅变法的这个时代，当时是秦孝公当政那他等于是公食贡，天子分给他的田，你就不能叫王田了你可以叫公田秦孝公的田，他的疆土就是秦国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天子给你了，你说了算，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他怎么分他的公田呢？手里大把的公田都荒着呢，没人种他怎么用好？那当时不就是商鞅的办法就出来了当时那个战争这么激烈，而且兵源的压力很大，缺人，财政的压力很大，缺粮，都弄，然后都缺，然后这个商鞅的办法就是奖励耕战，怎么奖励战争，奖励这个种粮的人？他刚才说了他用荒田招来了晋国的民众，人力资源多了给他们的地然后后世的说法用学术的语言表示这个商鞅的这个政策，就叫废井田，开阡陌。原来的那些都是井田，都是公田大大小小的公田，废了。开阡陌，阡是什么意思？阡陌都是通道，阡就是承载1000亩的在1000亩规模的土地上这种运量、这种通到那个地方的田间道路。陌就是100亩，100亩的这个运量的这个规模的这个田间道路。这些道路通常也是田间的地界，我们就是凭着这就划分，这1000亩地是他的，那100亩地是他的。开阡陌这个一般的史书上的解释就是废除了井田中的地界那你就井田不就废了？
但是我觉得这解释有点不如秦晖的解释啊。秦晖把那个开阡陌解释为在荒地上开辟道路，划分地块，就好像现在七通一平，平整土地一样，整治土地。这一片荒田，你先把那几条道通，然后这块道这个横横纵纵之间1000亩，那个横横纵纵之间是100亩，有了面积的大小确定的地块，你才能把这个公田授给民众啊。那当然，你先开荒随便开，但是你也得有通路啊。到了那儿了，这片开了，再弄个小路，然后再好，你开了300亩归你了啊。就是我觉得秦晖的这个解释比较对劲儿。大批的晋国民众来了，开荒，然后拿地，谁开了荒地土地就是谁的，而且不受限制。但是不受限制，我也得有个统计，你究竟开了多少，将来你纳多少税，交多少荒粮，这么把这个阡陌一开一通路，然后再确定好免税免役多少年，就好像现在的招商引资这样，渐渐的晋国的民众来多了，一方面就增加了秦国的人力，一方面又削弱了敌国的人力资源，同时我们这荒田还产粮了啊，这叫尽人力尽地利，同时还削弱了对方的人力，这可谓一举3得。就这种高收益低成本的土地用法，确实你还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实现王土收益的最大化吗？我觉得哇，商鞅的这办法真是绝了啊！然后这还仅仅是用来奖励耕作的这一项，奖励耕战呢？然后怎么奖励耕战？商鞅设立了叫20级军功爵位制，意思就是你在战场上斩首1级分田100亩，这阡陌之中划出了一个100亩，砍一个脑袋给100亩土地，这不就是砍一个脑袋？你原来是贫农，你就变成了这个中农了，再砍一个，你不就小地主了吗？而且除了斩首，除了100亩这个地之外，还给那个5亩宅基地，斩首1级5亩宅基地，100亩这个土地还分给一个庶人。庶人意思是什么？就平民百姓。但是平民百姓他平常有义务服役啊，他到哪儿服役啊？我们不用去别地，到你们家服役，10天来1次，1个月来3次，就每个月给你干3天的活啊，你等于多了一个长工。你说这砍一个脑袋的收益多大？这就是奖励秦军杀敌立功的土地用，激励斗志。所以那会儿的传说，那会儿的描述是，秦国的那些庶人就那些平民，那壮小伙子，一听说打仗了，就欢呼着跳跃着，就欢呼节日的一样，因为有机会发大财，一下就从一个庶人变成贵族，变成小地主，变成那个家里还有人供你指挥，房子也有了，地也有了。现在这房子多值钱啊！你说你砍一个脑袋就都有，所以那个秦军的斗志是非常旺盛。好，商鞅给王土设计了这2种用法，就是奖励耕战。这个例子一开，后来中国历史上就多次出现这种用法，比如说北魏有均田制啊，那么多荒地，打了那么多年仗，然后那土地那豪强那土围的不断的扩张，那皇上看了着急啊，说这地都让他们弄去了，这些人将来都有能力跟我对抗，那都是一方霸王，都是土围的那个，我这个政令不通啊，然后就有人给他提建议说，你分田，把这个田分给老百姓，流民遍地都是，又用这个商鞅那办法给他们分给他们，等他们种的，比如说老了不能耕种了，你再把这个田叫口分田啊，分给他们，比如分100亩，其中80亩叫口分田啊，等你没有耕作能力了，等你死了，交还国家，然后他再分给别人。但是你光分口分田种地，谁去种桑树啊？没人种吧，因为那个20年就刚发挥作用，这个长远的
利用不行了，于是再分你20亩永业田，也叫桑田啊，那个80亩就露田口分田，就这么制度设计下来。北魏，然后到了唐朝，把这个啊正式的名字叫永业田和口分田，就是一直到了就是从北魏到隋到唐都实行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实行了有300-400年啊，300多年啊，这个土地制度就是相当于国有土地啊，王土或者黄土不断的分配，不断的再分配，再分配，奖励耕占，这就是那个黄土的这个奖励耕作的用法。奖励战争的，比如说满清有齐田，到来了，齐人进来了，一家分，比如说80亩土地归你了，你种不种都行，你不种你可以租出去，你吃租子，就等于就是个小地主嘛。当代的土改实际也是奖励战争，大土豪分田地，然后保家卫国，然后那个跟着党去推翻啊，去革命去，然后把那个保卫土改的果实啊，然后那个大规模的那个积极的参军参战，这都是奖励军功啊。同样是用于耕作吧，那个北魏的均田制和当代的大包干都是奖励耕作，这属于放权，把土地权放给你。那个王莽的那个王田制啊，所有的老百姓的田都告诉你，这是王土，改作叫王田，你们不许随便买卖啊，多了的东西要分给那个，比如说你家按照这个井田制哈，相当于9个儿子啊，一个儿子多少多少亩，你超标了，你这个地主太大，你的地必须分给你的邻居。这王莽也是土改呀，这王莽的这就是王田制。当代的集体化也是收起来，王莽的那个王田制也是都收了，然后重分配。当代的集体化也是收，就是不管是奖励耕作还是奖励战争，是收还是放，收放，都是在追求王土收益的最大化啊。这是那个商鞅的做法和商鞅的做法以后的历史延续的大概的轮廓。然后我们再说说他这个逻辑啊，他说追求王土收益最大化，皇帝的基本念头就是我这个地盘我要尽地力，不能让它荒着；尽人力，不能让人闲着。用自己的土地激励耕作，奖励军功，还要用自己的土地养活自己，还有养亲，还有养官，还有养兵等等。把这土地每项用途干什么，用多少，多大块合适，这各自都有各自的收益啊，也各自都有各自的成本和副作用。皇帝要选择一个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土地的用法啊，这个基本的算法跟那个官式公式一样，怎么样？王土的净收益怎么算呢？就是综合收益减去综合成本啊。当然，这收益可能是战争的打仗的积极性啊，这个也可能就是粮食。这个综合成本就是，反正我用了分给你了，我自己就没了，我的黄庄就得减少，是吧？啊，那个都分给那个都变成齐田了，都给齐人了。那个我们这边他们又不这么种啊，那这个土地的产量就会下降。齐人不善于种田嘛，那就得这可能就在经济上有点损失。这个成本收益一方面都要做一个综合权衡啊，然后获得一个整体收益的最大化。这就是那个和那个官式公式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个叫黄土公式啊，因为秦始皇取消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这黄土取代了王土嘛，你就不能叫王土公式，叫黄土公式。皇帝选择土地制度，每项多少，给你多少权利，你能不能卖？比如说永业田你可以卖啊，但是口分田你不许卖。你去世之后，你这口分田我还要收归国有呢，我还要再分呢。永业田呢可以卖，但是你买多了不行。你的定额，你这个比如说就是20亩，你多了的你可以卖出去，少了的你可以买进来，但是超额不行。这就是皇帝制定的这套均田制的这个底层逻辑。
总而言之，它要提高综合收益，它要降低综合成本，然后争取黄土收益的最大化。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从商鞅变法一直延续到了我们这个，到了明代的时候，这结构就非常清楚。这个结构就是中国的地权制度呈现为两界多层的品级结构。一开始我们说了，中国的这个从那个出版市场说到中国的那个媒体中的那个产权主体的制度有官界有民界，官界之中又有央企和那个地方国营等等，就两界多层，是一个品级结构。这个当代的这种产权结构，这历史悠久我们一直可以追到这个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是两界多层，两界就是官界和民界官界之中是官田民的是民田，两界有了。官田可以免税免役民田呢是要交皇粮要服劳役。那官田之中还有不同的等级，官田之中最高等级是皇庄，皇庄不向任何人交税就是太监帮着打理。低一点有王庄不是皇庄是王或者公主那叫宫庄你看那个《红楼梦》那个他们家不就有一个庄园吗？有个庄头那就是那个庄子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庄子每年要给他们送多少粮，多少米，多少鸭子，多少猪那就是王庄他们家不是王，那叫反正是官庄嘛他们家的庄园皇帝也是这样，王也是这样但是说到这儿然后还有这个官田之中还有学田，专门用来那个每个县不都有自己的那个学校每个省也有，每个那国家那国子监更有自己的学田，一大块地就专门养这个学的军队呢有自己的军垦的那些地屯田的反正这个一项一项都有，每个衙门都有自己的官田他自己就养这个衙门这个田之中他就肯定是不交税他还可以抽取别人的劳动力帮着干活。但是你说王庄把全国的土地都弄成王庄这样，那肯定不行。首先你都弄成皇庄，那王呢？学呢？军队呢？衙门呢？还得有老百姓替你种地吧？不行，那这多少合适？明朝的时候就有那么一段，就是皇庄谁想扩大皇庄？太监管这个皇庄，弄一点太监多点大点地，他就多点权利，他吃拿卡要就多了。所以太监会吃拿卡要一把。到了皇庄，到了那个各个庄头，什么人呢？他的亲戚、他的朋友，或者是给他塞着各种好处的人，塞了这个好处，他也会吃拿卡要，就像农场的那个厂长似的。然后他从下边那个捞取各种节流，下边的那个农场的农工跟着干活那个种的地带来的产出是由这些人层层分配，他们等于是二地主、三地主。最后他们因为是皇庄嘛，有各种权利，到别地儿抢东西，低价买这个买那个，别人还惹不起他们。你告了吧，那个衙门还不敢受理，受理了也不敢秉公裁判。所以这皇庄闯了一堆祸，利益都归了太监，就庄头。皇帝究竟有多少？最后皇帝一算，我如果不要这个皇庄，我不惹这么多祸，这对我来说究竟是亏了是赚了？而且我得来的这些东西，经过他们层层的吃拿卡要之后，可能还不如那个正经交皇粮每亩土地，比如说30税1 3.3%，也就这么多粮食吧。我何必我去要那个皇庄呢？找这么一堆麻烦，闯这么一堆祸，给我惹一堆麻烦，还败坏了我的声誉，我干脆就当民田分了得了。所以那个皇庄是大是小，也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利害关系，因为它代理成本提高了，相应的代理人拿走的东西多了，跑冒滴漏多了，可能还总收益最后算起来这些成本一加进去，可能还不如民田这就是这些
就这些算法吧。我刚才举了一个黄庄的例子你可以用这个例子去算王庄、算学田、算官田、算均田、算均垦均屯等等就是两界官界是有这些层次的，每层是多是少，利益分配大小是有那个是有一番深刻的计算。然后民间呢又分士农工商，这士每个士，比如说你状元、举人，都可以有那么，比如说40亩地可以免役免税。你是读书人嘛，我不能让你像跟农民一样干活去给我服劳役，然后还交那么多钱。所以你看那个范进中举，中学课本都有这个那个范进中举，马上就有人带着田来投奔他。他本来没田，是个穷人，他一下就可以变成地主了。为什么？那个投靠他的人就会说：“你没地吧？我这有100亩，我这有20亩地，我这20亩地我挂到你的名下行不行？挂到你的名下，我就可以不用交皇粮了。我这个亩土地上省了一笔钱这笔钱我一半给你。我那个这20亩地我还得服好多劳役，这个劳役我如果不服的话，它价值多少钱我分你吧。”你说这范进听了什么感觉？好，这地归我的名下。所以只要你是中举了，你有一个官身，你有一个官帽子在身，有那么一个特殊身份，大体都能成为地主。这就是乡绅的这个部门的这个集团的来由。如果你不仅仅是这个一个举人一个进士，你有一个官，你现职就是个官，比如说我7品7品，你是个县级官员，你就可以在名义上免去比如准确数我忘了比如说是1顷，比如100亩那个准确数别当真我记不清了，就是这叫优免制优免权，就每一个官员根据你的官品的高低，有一部分优待你，免你的税，免你的役的这么一个额度从1品到9品，各自的免的那个范围不一样然后就这叫优免田。你看这名义上是在士农工商的士，但是这个士如果你不当官的时候，那个回家退休了的时候，你仍然处于最高等级你在这个土地上承担的这个义务要少你获得的权利太多如果你是当官的，但是你们家的人也会享受这个收益，所以在这个官田和民田之间还有一个官员的优免田，这就是呈现为这个官民两界中间还有一个过渡地带两界多层，每一个层次的那个权利义务是不一样的。这是那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土地制度形成的产权。你要说这个官田吧，它的来历其实更悠久。刚才不是说到我打了天下，做了江山，把这地分给公侯伯子男都分。公侯伯子男那是一个个的独立王国呀，像秦国你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你往下再分，每个下边的那个大夫还可能有自己的军队比如晋国3家分晋，不就是大夫把那个晋公把那个侯的那个晋侯的家里的地给分了吗？那就是下边的人凭着自己的武力是可能架空你，甚至把你给瓜分了的，把你给废了的。然后这种制度，就这种那个土地这种地盘上是有武力的，有武装力量。后来那个到了汉代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武力不断的给我闯各种祸，于是就把这个武力慢慢的抽走，把权力抽走，抽来抽去，最后这个王庄下边的公田这些分封的这个贵族的土地，渐渐的那个政治权力、军事权力、财政权力、人事权力一项一项的被抽走，抽剩下的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个土地权利。这土地权利，那于是那个贵族就一个个的就相当于是个地主，是一个富家翁而已
你看这个官田的里边的权利，有主权内容，有政权内容，有财权内容，还有人事权内容。抽完了之后就变成了纯的官田，然后纯官田那个里边的那个权利有种种不一样，这是官田的演化史啊。民田呢，刚才说了，里边有优缅田，优缅田那里的特权，还有市那里的优缅田，也是针尖大的洞，碗口大的风。我说有免疫，我能名下有40亩，但是那40亩在哪儿？这儿也是40亩，那儿也是40亩，那儿也是40亩，我的名下弄了好多，然后谁去跟我叫板呢？谁跟我叫板去衡量土地？这可能都是20年之后的事儿。然后量地的时候，我给他塞点红包，会有什么结果呀？于是这个实际的这个优缅田啊，名义上是那么多，实际上会钻很多空，扩大很多，这就是潜规则层面上的事儿啊。就说远了。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土地的演化，两界多层，当代那个又有变化，西风东渐嘛，引进外资，招商引资你必须得用人家的规矩，让人家放心。于是我们在官民两界之间又多了一个按照西洋规矩来的一个第三界，你可以称为洋界。比如说现在的中国的这个产权就呈现为3界多层的结构啊，那外资经常是有各种优势的啊，尤其是在民国的时候，那会儿还挂洋旗啊，你挂了洋旗，你不敢随便侵犯，军阀不敢人的东西啊，一抢东西就外交事件呢，尤其是晚清到民国这一段啊，于是这个产权就是3界多层，现在也有假洋鬼的假外资就是这个，这就是一个那个黄土公式作为这个土地产权建构的这个底层逻辑它的发展，它的演化就形成了一个2界多层结构，还有3界多层结构。这种结构，这种地权体制，都是体现了皇帝收益最大化的这么一个目的，这么一个结果这就是土地产权建构的底层逻辑，黄土公式。我明白了，我在这儿一边听，我在这儿各种想，我怎么觉得当年的这个皇帝比后面的这个这政党其实还仁慈一点啊！我听完以后，我都觉得您必须得说说当代中国的这个就是熟悉的。当然，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要讲这个土改。